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好吃又好看的凉拌牛肉。准备牛5块肉，侧面看它是肥瘦相间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调料，盐多放一点，简单的调料给牛肉上一个底味儿。调料倒入锅里，加水，大概没过牛肉。 然后压上重物，我用的是铸铁锅，你也可以用盘子加石头。水开之后转小火煮40分钟，水不要加太满，防止它溢出来。40分钟之后关火就行。铸铁锅不需要拿下来，一直放到牛肉凉了之后再拿下来。这样煮牛肉呢有几个好处，第一就是入味儿，牛肉在放凉的过程中呢会把汤汁的味道吸收回来。第二个好处，它是平平展展的，切出来的牛肉片会整齐好看。 放到冰箱冷藏2到3天都没有问题，吃的时候再拿出来。冷藏后的牛肉呢又变硬了一点，切起来会很容易找到它的纹路。看到它的纹路是平的呢，我们就竖着切。你可以切出很薄的肉片儿，哪一片看一下。肥瘦相间，刚刚合适。第3个好处呢，就是它的肉质是非常软嫩的。 牛肉做到这一步呢，你可以有很多变化。我给大家介绍2个吃法，一个中餐，一个西餐。找一个小碗，把牛肉铺在小碗上，有2个注意事项。第一呢，牛肉边跟碗边齐平；第二呢，用牛肉偏肥的一边压住前一片肉的瘦肉，依次摆放，这样倒扣出来呢，就会看到一圈的瘦肉。切一点葱丝和黄瓜，黄瓜丝放入碗中。 如果有切牛肉的边角料呢，这时候也可以放进去，再铺上葱丝，整理一下，盖上一个盘子，倒扣出来，调一个料汁，借鉴一下蒜泥白肉的调料汁。我这里用的是甜酱油，你可以用生抽、肉汤和一点白糖代替。 最后加一点水或者肉汤，调料顺着边倒入盘子里，放上葱丝，好看又好吃的凉拌牛肉就做好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吃法。 超市里很难买到好吃的牛肉培根，我一般是在家里自己做。这个不是传统的做法，但是是好吃的做法。锅里倒一点点油，放入肉片，稍微煎一下，放入熟的土豆块。不想让培根煎得太焦呢，你可以先煎土豆，后煎培根。打入鸡蛋，黑胡椒和盐。 这一锅土豆培根煎蛋的经典早餐就做好了。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培根的做法，找2个可以摞起来的烤盘，垫上烤盘纸，把牛肉片呢平铺在上面，盖上另外一个烤盘，压上铸铁锅。今天我们解锁了铸铁锅的隐藏功能，不需要预热烤箱，375华氏度烤半个小时。 烤好之后呢，是这种焦酥的状态。普通的培根也可以用这个方法，直接吃就很过瘾，也可以撒在沙拉上、土豆汤里，或者是用来拌饺子馅儿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小高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